小汤菜。吃颗话梅吧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不怕血了。不过呢，倒是吃上瘾了。谢了。曹嫂怎么过来？哦，曹嫂就住在对面的单位啊，她认识这家人。哦，未免太巧了吧？佳巧，过去做事吧。好，我回去办事了。聂医生，死者大概死了2、3个钟头，他的身上有几个地方有淤痕，应该是皮下微血管爆裂所造成的。同样的淤痕在颈部两边都发现到。曹子，我做完了。老大，怎么这里这么乱？会不会是被人掐死的？这人是谁啊？哦，她是死者的丈夫。他1点半回到这儿的时候，发现尸体的。另外，除了这对夫妻之外，他的妹妹也住这儿。你妹妹知不知道出了事情？她今天应该放假，不用上班，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。他没有手机电话或者呼叫器可以找到他呢？没有。大华，到管理处问话。是。死者颈部两边有一些是皮下微血管爆裂所造成的淤痕，但是颈部却发现不到任何手指印或者是指甲所造成的淤痕。死者的眼白也发现不到有任何斑点状的充血迹象。那是什么意思？通常人被掐死的话，由于他头部的血液不能再流到心脏去，就集聚在头部。因为眼球的血管壁比较薄，很容易爆裂，因此眼白就会呈现充血的迹象。但是尸体并没有发现这个现象。你的意思是，死者不是被人勒死的？连气管、喉咙以及舌骨都没有裂痕，是怎么被掐死的呢？那他的死因是什么？要进一步解剖才知道。老大，验尸之后有什么发现？死因不明。哎，怎么不是被人用双手掐住窒息而死的吗？表面看来是，但是法医初步认为不是，一切有待调查。哎，曹 Sir， 曾 Sir， 怎么样？陈碧新的案子我有资料想提供，可能对你们会有帮助。做。是这样的，我每天早上有跑步的习惯，今天早上8点我照样跑完步回家。这些旧东西全扔了吧，人都走了，你还留着干什么呀？你塞满了整个抽屉，我没有地方放宝宝的东西了。喂，这些东西是我的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不要碰我的东西啊！我不要你管。有种你就不要回来住啊！你带了那么多垃圾回家来，堆满整个房子，扔了它。我回不回家不要你管，这都是我的东西，你还给我。扔了它，扔了它呀！你扔了它！接着我就洗澡上班，走出门口的时候已经见不到他们了，可能他们已经回到家里去了。你几点出门的？大概8点45分吧。老大，楼下的管理员说，孔永军离开大厦的时间是大概10点半。这么看来，死者的死亡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1点。那他很可能是杀人凶手，为了情书而杀人。喂，犯不着吧？这很难说的，感情的事，外人很难理解的。我老婆和我妹妹向来就不和，自从小军和她男朋友吹了之后搬回来住，就更厉害了。他们是怎么不和？碧心常怪他乱交朋友，如果早听他的话，就不会被人骗光了钱。小军听了不服气，反过来骂他嫂子，说他放马后炮。其实呢，是要他搬走。他们经常为了一些小事斗嘴。你夹在中间也挺为难的。可不是吗？我知道碧心是过分了点儿，老想把小军逼走，每天为同一件事吵架，还要他把信扔了。小军也不知道同情，明知道嫂子怀了孕还不肯迁就她，就会批评嫂子做菜不够好吃，还跟她抢着上厕所。最近隔壁工地又一天到晚打桩，直到中午停一下。他明知道嫂子待在家里，心情难免会受到影响嘛。除了这些芝麻小事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事情？大概就是这些，抢着看电视，抢着用洗手间。有没有打过架？据我所知，没有。你平时在外面工作，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未必清楚，他们会不会积了很多心病，你不知道。
大哥，到底出了什么事了？我一进门，楼下的看更就说大嫂死了，上了楼，警察又说封锁现场，不准进去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到底出了什么事了？我妹妹是孔允君小姐吧？是的。我是曾家园督察，这是我的下属。哦，你大嫂昨天在家里遇害，可能是被人谋杀的。什么？从昨天到今天做过什么事情？我去大屿山了。去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我一个人去拜神了。你昨天几点钟去？早上10点多钟吧。一个人？好好的为什么要请假？我昨天和大嫂吵架了，心情不好，又不想去上班，所以向公司请假了。为什么是吵架？我自己有点东西放在客厅里面的。昨天早上，大嫂无缘无故的发神经，把我东西全都扔出去了，说要留些位置，等宝宝出生用来放她的东西。喂，我当然不肯了，就跟她抢回来了。接着就跟她吵了一架。你们知不知道啊？宝宝还有5个月才出生呢，用得着这么早买东西吗？哼，我说我大嫂啊，根本一直在针对我，想把我赶走，这不过是个借口。你明知道大嫂身体不舒服，怎么还不迁就她？大哥，他一天到晚针对我，我才难受呢，谁关心过我？哎，冷静点。现在大嫂死了，你高兴了？怎么会呢，大哥？我不是。孔小姐，我希望你想清楚，从昨天早上10点多到现在，你做过什么，到哪儿去了，要向我们交代清楚。哦，你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怀疑我杀了我大嫂？从各种迹象看来，好像是熟人做的。没有，我没有杀过我大嫂，我为什么要杀她呢？我没有啊！我们有目击证人，有人看到你昨天早上和你大嫂吵架的情况，我们怀疑你和你大嫂的死有关。没有啊，我没有杀过人呢，我没有杀过人啊，我怎么会杀她呢？我没有杀人。不好意思啊，急着向你借袋子。我知道你急着看，没关系。哎，到了。喂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你为什么故意陷害我？我大哥现在要赶我走了，叫我回来收拾了，你满意了吧？都是你这个混蛋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你开心了吧？你呀，没事去跟警察胡扯，你知道会害死我的。我只不过把我看到的说出来呀。你还说？那你又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跟我大嫂吵架？你只知道一点就到处乱说，你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。就因为你这样，害得我要坐牢了。如果要我坐牢，我宁愿死掉算了。哎，孔小姐，小姐，送她去医院。你自己一直都有贫血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身体很虚弱，又常不吃东西，随时都有可能晕倒的。我现在先帮你注射葡萄糖，等你身体好一点再让你出院。出院之后呢，要多吃一点营养的东西，知道吗？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这件事先别去想它了，最重要的是把你的身体养好。养好又怎么样？有家不能回，说不定还要被人冤枉去坐牢呢。总之你没做过呢，就不会有事。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呢，我下次来看你的时候帮你带来。你认为他会不会是凶手？我不想随便猜测，这件事应该交给警方去做。那你认为他是凶手的可能性有多大？直觉告诉我可能性不大，不过还是要有证据支持，表面是不可信的。你怎么看呢？你跟我有个共识，就是不会随便相信眼前的事和表面的感觉。我相信的是切实的证据。臭豆腐，好吃。我们是同道中人，这算不算臭味相投呢？不过以前在旺角球场摆摊的老头卖的更好吃。你说的是陈叔吧？我也吃过，简直是一流啊！他的甜酱和辣酱啊是有秘方的，现在想吃的都吃不到了。厉害呀！陈叔卖的你也吃过？深水埗市场的那个你有没有吃过啊？靠近地铁站出口的那个是吧？我当然吃过了。它有3种酱，多了1种麻酱。我每次去吃啊，都要齐3种酱料。我也是啊，那种滋味呢，总之是难以形容啊。臭死了！是啊，吃什么呢？吃什么东西这么臭啊？你理他呢？对了，你从小就喜欢吃臭豆腐啊？是我爸爸带我去吃的，他很喜欢吃。以前他接我放学之后啊，就带我去吃了。
有时候我们吃的太饱，回家吃不下饭，就会被我妈骂。不过自从她过世之后呢，我就很少吃了，就算吃也只是一个人。我小时候也很贪吃的，我妈最怕闻到臭豆腐的味道，每一次呢都要偷偷的去吃。有一次呢，我吃了之后回家去，我妈闻到我的嘴巴很臭，还以为我的肠胃出了问题呢，差点把我抓去看医生。想不到吃臭豆腐的背后还有那么多的故事。我们不管那么多，继续臭下去。还有呢，再吃一块。孔先生，你喝了一晚上的酒，你这根本就于事无补。我还能怎么样？我老婆死了，她怀着孩子，我妹妹又不长进。也许跟你妹妹没关系呢。现在连警察都怀疑她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啊，我做错了什么？家破人亡啊！他们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好好的说呢？啊？我没用，居然不能让他们和睦相处，我没用。不要这样，你妹妹昨天进了医院，她还在医院里休息，你还是去看看她吧。对不起啊。喂，什么医生？我老婆忘了去复诊。根据给陈必新看过病的医生说，他的癫痫症是先天性的，一定要定期吃药控制。但是孔永嘉对这件事全不知情，看来陈必新有心隐瞒。你过来看看。由于死者的脑神经细胞比正常人活跃6至10倍，所以导致癫痫症。但是他身上的淤痕又怎么解释呢？当死者发作的时候，他全身的肌肉同时会收缩，产生痉挛。死者身体强烈的摇晃，就会撞倒身边的家具物件，造成淤伤。陈必新的医生说过，癫痫症受到很多因素影响，例如环境、心理压力、情绪不稳定，都会导致脑神经细胞产生不正常的活动。他为什么停止吃药呢？可能担心影响胎儿吧。换句话说，陈必新不是被孔永军杀的，而是意外。那天孔永军和陈必新吵完架，就离开家里，留下陈必新一个人。他心情不好，再加上父亲打桩，情绪开始不稳定。他的病发作，抽筋越来越严重。他控制不了自己，身体到处碰撞，所以造成淤伤。最后由于严重痉挛，使得呼吸困难，终于窒息死亡。咦，你怎么不进去？看来我们还是别去骚扰他们了。很少看你这么笑过。碰见通常坐在凶场现场，对着尸体怎么可能笑呢？那倒是。不要以为我老是板着脸呢。其实那天吃臭豆腐我也笑过啊。不过呢，可不像今天这样笑得这么灿烂呢。助人为快乐之本嘛。其实你也很有心呢，带着花去看他。都是邻居，一点心意嘛。啊，聂医生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好久没有人送花给我了，谢谢。
你晚上有没有空？我打听到以前旺角陈叔的臭豆腐摊呢，现在搬到关中去了。是吗？我也打听到了，还想约你一起去呢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快走吧。好啊。